8年前我經歷了一次人工流產，這個觀念裡面，女性你把自己搞懷孕了，承擔這種傷害被默認為合理。我是一名紀錄片導演、攝影師。2019年至今，我一直在做一個關於女性流產生育的攝影項目。2017年，我生育了一個孩子，分娩的時候胎盤粘连，醫生告訴我，這種情況一般都是你之前有流產，然後沒有處理好。我當時就想起来8年前經歷了一次人工流產，我的子宮是有記憶的，提醒這個創傷的存在。當時醫生連頭都沒有抬一下，就直接給了我一個手術單子。我半裸着被扔在一個病床上，身體感受是我很冷，那個情緒它是崩潰的。醫院它像個流水線作業一樣去處理這些女性的身體。坐月子的時候，姑姑從農村過來看我，聊起來她的流產經歷。為了生一個兒子，一共懷孕了12次，流產了6次。她也會告訴我，我那個堂姐流產10次。在農村，男人是不會避孕的，流產是避孕手段。她讓我很傷心，我當時一個人默默哭了很久。我搜到2015年人工流產的人數達到1300多萬，25歲以下的女性一半以上。2022年976萬的，超過了當年新生人口的數量。它就是一個女性在社會普遍處境。我要找到更多的人，連接到更多女性的身體經驗。在網上徵集拍攝對象，收到100多個私信。現實中很難啟齒，因為要背負道德的評價。大部分都是在年輕的時候沒有非常強烈的避孕意識，默認你既然懷孕了就是要去做流產，不知道怎麼拒絕男性不願意戴套這個事情。當時處在這個關係的伴侶，他們會覺得這個流產手術就是一個幾分鐘的事情，它是一個麻煩。高小軍是個48歲的女性，她經歷了4次流產。第一次流產是當時太年輕，第2次、第3次也是同樣的情況。第4次流產，她已經結婚了，男方當時是有孩子的，不想再多要孩子。子宮一次一次被格式化之後，她不知道她的人生到底应該走向哪裡。她在那個年代，女性性別教育和性意識的甦醒相當的漫長，甚至有一種怠惰，就是我們從來没有勇气一定要去做一個更獨立性的人。他覺得他的子宮就像一個西瓜，一層一層的被刮，越刮越薄，最後都要被戳破了。Alex 第一次流產也是在20出頭，第2次流產在性開放的階段，他會對自己進行很嚴厲的羞辱，覺得自己有罪。你很難看到一個女性這麼勇敢的去表達自己作為一個性主體的權利。它不是一個性開放的問題，是一個避孕的問題。第3次流產是她在婚內懷孕到6個月，胎死腹中了，花了很長時間來消化這個生命的喪失。有一個拍攝者，她是因為丈夫不想要孩子，經歷了3次流產。最後一次甚至她都沒有告知男方，就自行處理了。人到中年她才開始崩潰，覺得就是她的關係裡面是不對等的。我當時選的就是用一個刮弓勺放在水杯裡面折射成2段嘛，表現她生命中這種斷裂感。我有一個很日常的感受，经期一直延遲，我會很擔心我是不是懷孕了，我是不是要流產。懷孕焦慮滲透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，侵犯到我們的生活邊界。我當時就選擇了用很多驗孕棒放在生活垃圾裡面。流產這個話題折射了太多女性是不是一直處於弱勢，她沒有自主權，她的身體是被別人決定的。在社會語境裡面，大家都會給你一個評價，你不自愛，很愚蠢。你的身體、你的心理都會一直在承受這個東西。對於流產本身的這種渲染是有問題的，滿大街的廣告叫痛人流嘛，溫馨入夢3分鐘，今天手術明天上班，
造成一種系統性的誤導，讓大家認為流產它只是個小手術，它也會帶來各種後遺症，比如說輸卵管堵塞、感染、各種創傷。我希望你有一個新的解構，過去它被污名化、羞恥化，現在我們應該重新審視這段經歷，說出來，放在社會公共空間裡面去討論。關於子宮蓄勢，我還想討論一個女性的生育權利。2017年我當時懷孕了嘛，自己覺得我是生育的主體，我的子宮它應該是由我來決定，所以我就選擇了生下这個孩子。普通女性她的崩潰、憤怒、愧疚，所有的這些情緒，我覺得它都是她的一種物質的語法，我需要釋放掉她那些被壓抑的表達。我覺得我需要去書寫它。自己加油。